各位老铁，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来聊个挺扎心的话题，就是最近刷爆全网的那个哈佛女孩蒋雨蓉。她那口碑啊，简直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在云端飘着，一会儿又跌到谷底，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公众人物的光环啊，看起来闪耀，但真要扛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关于蒋雨蓉的演讲视频，有的朋友看过，有的朋友没看过，我放在了节目最后，没看过的朋友稍后可以观看。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蒋雨蓉的哈佛演讲，脑子里跟放电影似的，一下子就蹦出了好久不见的武道杠少年。那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两个灵魂隔着时空来了个击掌，都是那么的正能量爆棚，字正腔圆的，像是教科书里走出来的。自我感动的演技也是炉火纯青。当时我心里还有点忐忑，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大不敬了，竟然把一个哈佛天才和那个小男孩相提并论。直到后来，咱们朋友群里开始冒出各种嘀咕声，说什么太空洞了，都是陈词滥调，我心里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说实在的，想知道蒋雨蓉这表现到底是个什么档次，其实不难，完全可以同款对比一下。每年美国高校毕业季，类似的演讲多的是，网上随便一搜，那资源简直是应有尽有。尤其是哈佛历届优秀毕业生的演讲，很多都有留影，有兴趣的老铁们完全可以自己去挖一挖，看看那些前辈们是怎么说的。我个人呢，不太喜欢那种动不动就拯救全人类宏大叙事的布道风格，听着总觉得有点飘。蒋雨蓉的表演可能很对那些大爱无疆爱好者的胃口，但我更喜欢那些有烟火气儿说人话的演讲。就拿哥大那个华裔优秀生安德鲁杨来说吧，他那搞怪风的演讲，我能全程咧着嘴看完，根本不用正襟危坐捏着鼻子，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才是我喜欢的。当然了，口味这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个人的观感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话说回来，这语言表达上的硬伤，总归有点说不过去吧。蒋同学从高二就出国了，一路都是名校光环，按理说在英语环境里浸淫这么多年，就算不是地道美国人，也应该像个模子刻出来的吧。可他那英语还是时不时冒出明显的 Chinglish 嘴，我就特别好奇，他是咋做到乡音不改的？这简直是个未解之谜啊！总之，平心而论，蒋雨蓉这次的表现真算不上多出彩。如果不是赶上了中美关系那点事儿，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和哈佛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局域，他这演讲啊，恐怕也就是哈佛漫长校史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涟漪，很快就会被淹没。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时代大背景这股风把它吹起来，哈佛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讲席还真不一定能轮到他呢。所以啊，蒋同学真是个幸运儿，时代给了他在中美两国舆论场人前显胜的机会。可惜啊，他没能好好把握住，这其中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风向转换的不可抗力，真是让人扼腕叹息。话说回来，蒋雨蓉这波争议，简直就是成也哈佛，败也哈佛的真实写照。美国那边对他的争议，多半就是因为哈佛。你看啊，哈佛作为白左的重镇，在如今这个意识形态高度撕裂的美国，自然而然就成了舆论的焦点。美国大众虽然没见过咱们这边的武道杠少年的风采，但对蒋同学那套拯救全人类的调调，早就听得耳朵都快生茧了。要是搁在10多年前，这套大爱无疆的说辞，可能还算新鲜热乎，那些土里土气、没见过啥世面的美国大众，或许还会抱着不明觉厉的敬畏之心。可这10多年来啊，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这些曾经时髦的议题设置早就不香了。现实啊，它不一定是真理最好的导师，但它绝对是谎言最强力的粉碎机。想想看，哈佛的精英们还在那儿高谈阔论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宏大未来，可美国大众呢，
却在为每天难以为继的卑微现实而挣扎。哈佛精英们念念不忘什么动物福利，可美国大众呢，想的却是明天早餐的鸡蛋到底够不够钱买。那些超市货架上贴着昂贵有机绿色标签的商品，在大众眼中，跟几百年前贵族老爷们头上晃眼的宝石冠冕有啥区别呢？同样是那么遥不可及。当哈佛精英们为坦桑尼亚、蒙古那些遥远地方的民生凋敝而潸然泪下的时候，美国大众感受到的却是被忽视、被践踏的傲慢。当哈佛精英们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吊门越拔越高的时候，美国大众却发现自己的就业岗位在像沙子一样不断流失，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终于让美国大众幡然醒悟了。他们发现，真正困扰自己生活的，根本不是那些玄而又玄的气候变化，更不是世界地图上某个陌生地方的饥荒，而是战争、瘟疫、经济衰退这些让人头疼的老三篇。大众面对的残酷现实和哈佛精英们口中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足以把曾经的膜拜转化成当下的愤怒情绪。面对这种愤怒，哈佛的精英们简直是束手无策。他们那些设置新议题的老调子早就唱完了，可那些困扰人类千百年的老问题呢，一个都没解决。面对大众的愤怒情绪，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高声呵斥一句民粹主义泛滥，完全没意识到这根本就是辜负大众期待的反噬。于是乎，他们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困守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全然不知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就像蒋雨荣，他依然沉浸在4万师生为他起立鼓掌，美版抖音上大受欢迎的美好泡泡里，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喝彩。在我看来蒋雨荣这场倾情表演简直就是一代哈佛精英丧失现实感的独白。他活生生证明了哈佛是多么成功的把他和他的同学们培养成了年轻的遗老遗少。蒋雨荣，他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老天爷把舞台送到了他面前，这是他的幸运，可他却拿错了剧本，这是他的不幸。但说真的，这也不全是他的错。不过话说回来，把咱们中文互联网上本来一手天胡的牌，硬生生打成了天呼，蒋同学自己真得好好找找自身的原因了。一个哈佛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的硕士生，他那头铁劲儿简直让人惊讶。这到底是天真的不谙世事，还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盲目自信呢？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其实蒋同学最初在中文互联网上露面的时候，那风评还是挺正面的。虽然这些年逢美必反的潮流声势浩大，但咱们骨子里那种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离岸自豪，那群众基础可是深厚的很。想想以前，很多哈佛的中国留学生，那可都是国内教育圈的励志典型蒋同学登场的时间也挺好，当时咱们这边也正声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留学生政策呢，跟哈佛算是同仇敌忾，站在一条战壕里。所以蒋同学的演讲视频刚出来那会儿，国内舆论场还是按照为国争光的既定方向走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当时董小姐风波还没完全平息，这算是意料之外的一点干扰吧。其实这点小意外本来也不算个事儿，毕竟两件事的性质大不相同。董小姐那是出口转内销，走的可是国内公立学府的后门，占了国内精英职业资源的坑，她走的每一步都扎在了特权掠夺国内公共资源的痛点上，所以惹众怒那是当然的。可蒋同学呢，他读的哈佛是美国私立大学招谁不招谁，用什么标准招，跟咱们中国普罗大众真没半毛钱关系。就算蒋同学是用了他父亲任职的绿发会的人脉资源进的学校，那又怎么样呢？这点女贫富贵的社会资本，咱们大众还是可以容忍的嘛，毕竟谁家还没个沾亲带故的呢？至于说哈佛昂贵的学费、国际志愿者镀金之类的经济账，谁也不能逼着蒋同学把他的账单晒出来，这都是人家的隐私，咱们管不着。当然啦，
如果这笔账要是按照地球村全人类的高标准来算，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地球村的优质教育资源都属于全人类，蒋同学抄近路进了哈佛，说不定就是断了某个坦桑尼亚少年俊杰的上升道路，那岂不是罪在全人类了？哎呀，这罪名可就太大了。不过咱们是厚道人，先收了全人类降维打击的神通，还是就事论事吧。本来这事儿的槽点无非就是蒋同学进哈佛的敲门砖问题，不至于闹得那么大，折腾几天也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啊，蒋同学他那几番极不明智的回应，简直是越描越黑，连路人缘都败光了，真是让人看得直摇头。如果说美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身后哈佛那张白左的标签，那么中国公众反感的就是蒋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那股子劲儿。蒋同学啊，为了给自己立个完美人设，简直是太用力过猛了。为了撇清绿发会的资源加持，他不惜自曝父母离异，还要强调跟他父亲恩断义绝。可是啊，他的推荐信，他的国际志愿者身份，绿发会官网恭喜他入学哈佛的官宣，都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呢，这哪里是恩断义绝呀，分明是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操碎了心的老父亲啊！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做法，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还有啊，蒋同学对颠沛流离的理解，简直刷新了咱们国人的认知。从北京搬到青岛，竟然成了他口中颠沛流离的痛苦记忆了。这让那些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的留守儿童情何以堪啊！国内顶流、国际知名的宜居城市青岛，竟然配不上咱们这位哈佛娇女了。蒋同学哈佛成名后，青岛媒体几乎是第一时间正面报道的，结果却被他这句颠沛流离给暴击了。青岛真是太冤了，最倒霉的要数他的初中母校了。这所当地排名前10的一流学校，竟然成了他笔下的民工子弟学校，是他和菜场小贩家孩子为伍的人生低谷，还给他留下了校园霸凌的人生阴影。且不说霸凌事件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作为一个口口声声爱满全球的国际支援者，他话里话外却透露着对底层同学的鄙夷。蒋同学那爱满全球的人设啊，真是碎了一地，稀里哗啦的。立人设没问题，既然立了，那就得贯彻始终啊。要知道，装可是门学问，而且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啊，要有技巧。对初中时代那种落难公主的自我认知，完全可以用温情脉脉、充满同情和爱心的叙事方式书写出来吗？那些身在曼哈顿豪宅、心系袈裟废墟的哈佛前辈们，可是提供了很多范文啊。蒋同学竟然没学会，这真是太对不起哈佛的悉心培育了。总之，面对网上的质疑，蒋同学那是头铁得很，一条一条的回复，字里行间透露着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蜜汁自信。这啊，的确是中国新天龙人的普遍特点。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认为，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生赛道，本来就是他们理所应当拥有的。哈佛教会了蒋同学平等、自由、爱心这些大词，却教不会他们这些2代应有的自觉。想想哈佛著名校友，3代培养出个土包子的小布什，人家开口闭口都是先谢上帝再谢爹，坦坦荡荡，美国人民也没多大反感。小布什跑到前线劳军，跟大头兵一起排队打饭，那憨头憨脑的样子反而挺讨喜的。其实啊，大众对这种爹是英雄而好汉的先发优势是有很高的忍耐度的，这是一种经济理性。你看美国3亿多人口，4到8年出个总统，没有子承父业的小布什，极大概率也轮不到我，没啥看不开的。更不用说咱们中国大众了，那各方面的耐受度可远超美国糙汉啊。咱们连县城里的婆罗门都能忍了，跑到大洋彼岸的哈2代能算个啥事儿呢？可是啊，蒋同学非要得了便宜还卖乖，竭力撇清却越描越黑，还不忘居高临下的教化众生，大谈理想，这可真是让人大倒胃口。于是乎，小事儿化大了，
蒋小姐竟然享受到了董小姐的同等待遇，这窟窿啊，越捅越大，竟不知如何收场了。哎，这倒让我有点同情蒋主任了，有女如此，真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辈子欠他的啊。说蒋同学是智商欠费吧，人家可是有哈佛、杜克这种名校背书的，智商应该是在线的。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一切来得太轻易，导致了他认知能力的退化。他们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许啊，这才是蒋同学最大的不幸。他看到的世界啊，只属于他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精英病，是蒋同学唯一的真诚，却和左右无关。只是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与真实世界同频共振罢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对蒋雨蓉这事儿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Graduate English Address, Our Humanity. Candidate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rong Luana Jiang. Last summer, when I was doing my internship in Mongolia, I got a call from two classmates in Tanzania. They had a very urgent question: how to use their washing machine. Because all the labels were in Chinese, and Google kept translating a big button as spinning ghost mode. There we were, an Indian and a Thai, calling me, a Chinese in Mongolia, to decipher a washer in Tanzania. And we all studied together here at Harvard. That momen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I used to believe when I was a kid, that the world was becoming a small village. I remember being told we will b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end hunger and poverty for humankind. My program at Harvard i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was built on this exact beautiful vision that humanity rises and falls as one. When I met my 77 classmates from 32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I knew only as colorful shapes on a map turned into real people with laughter, dreams, and the perseverance to survive the long winter in Cambridge. We danced through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carried the weight of each other's worlds. Global challenges suddenly felt personal. If there's a wo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cannot afford a period pad, it makes me poor. I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But today, that promise of a connected world is giving way to division, fear, and conflict. We're starting to believe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vote differently, or pray differently, whether they are across the ocean or sitting right next to us, are not just wrong. We mistakenly see them as evil.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What I've gained most from Harvard isn't just calculus or regression analysis. It's to sit with discomfort. Listen deeply and stay soft in hard times.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In the end, we do not rise by proving each other wrong. We rise by refusing to let one another go. So, class of 2025, when the world feels stuck in spinning ghost mode, just remember, as we leave this campus, we carry everyone we've met across wealth and poverty, cities and villages, faith and doubt. They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ream different dreams, and yet they've all become part of us. You may disagree with them, but hold on to them, as we are bound by something deeper than belief, our shared humanity. 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5. Candidate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rong Luana Jiang. Oh!气球是这他们可能是所有吗？还是其他专业？